肖战告黑又成功了，是吧？你说说这帮黑子咋就跟臭海鲜掉进粘罐子似的，给你臭完了也粘完了？你正经找个班上不行吗？非得扒在一个明星身上吸血？你现在开心了吧？公开道歉15天，精神损失费赔人2万，诉讼费将近1万啊！你5毛5毛的挣，这么1万1万的赔。9年义务教育怎么教出你这么个识字的蠢驴？360行从来没有黑粉这一行，您连下九流都排不进去。我就佩服肖战的刚，该告就告，绝不含糊。肖战都告赢这么多次了，还有人一窝一窝往上冲，咋的？背后金主花了多少钱，让你以身败名裂为代价来干这种事儿？咱不管张老头子花了多少钱啊，他花那么多钱的最后结果就是让铁粉越来越铁，新粉越来越多。这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脑子短路，你种不出梧桐怪凤凰吗？你嫉妒的不是肖战发光发热，而是嫉妒他没有停在你家树上。嫉妒使人面目全非，说的就是这种人。肖战和粉丝小飞侠们建立起来的虾圈生态，是在正义、干净、纯粹、善良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，不是你们这种屎壳郎、蟑螂、老鼠、臭虫能够看得懂的。你要是喜欢与臭为伍，那就赶紧屎壳郎搬家似的滚呗。为什么《藏海传》能够在外网拿到9.5分的高分，并且入围百大电视剧榜，目前是排在第53位？我今天说2个观点。第一个，它的镜头语言媲美好莱坞电影，代表了中国影视工业的超高水准。第二个观点，它的叙事方式饱含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哲思，是一个文化输出的经典案例。为支撑这2个观点，我各举一个例子。第28集藏海目睹平津侯父子相杀的这场戏，跟好莱坞电影锅盖头用的是同一种镜头语言，构图都是3分法构图，人物位于焦点之上，且都是背对镜头，逆光环境之下勾勒出人物背影的轮廓，背景是狼藉的硝烟弥漫的战场。这2个镜头要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，反思。前者反思的是复仇这件事情，后者反思的是战争。这个镜头它的难点在于，就是它考验的是剧组在灯光的调度、人员的走位、服化道的配置方面的协调程度。一般的电影是在大屏幕上放嘛，所以剧组愿意花时间、花精力、花钱去使用这组镜头语言。那《藏海传》它是一部电视剧啊，播放它的屏幕主要以中小屏幕为主，那剧组仍然愿意去使用这组镜头语言，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剧组的用心。再举一个《藏海传》用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哲思的例子哈，在第26集当中，平津侯已经是强弩之末，他在囹圄中做困兽之斗，这个时候藏海来找他对峙。这里有一个神级的镜头，明明平津侯才是那个被关起来的人，但是你看整个画面，他把牢笼加到了藏海身上。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心为形意，也就是你追求什么就会被什么所束缚。藏海一心追求复仇，他这个执念太深，已经把他自己变得不人不鬼了。用藏海自己的台词来说，就是我早就已经不是人了。从第26集到28集，藏海的人生状态是处于一个被复仇的执念吞噬的状态，我们就特别的心疼他，对吧？本质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欲望的囚徒，你追求什么就会被什么所束缚。比如说我追求更大的更宽敞的房子，那我就要承担更高的房租或者房贷，对吧？我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我肯定不像现在生活的这么自由自在，我的心情会受到另一半对我态度的影响。可以说《藏海传》它的镜头语言和台词做到了深化同步，同时富有东方的哲思，可以启发我们去对自己的人生状态进行思考。对于最近有人恶意给《藏海传》打低分，或者是说它不好看的怎么说呢？不要跟他计较，他又没什么文化，他又没这个发现文的眼睛，他又没有审美，你跟他计较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咱不理他哈。这部电视剧是越品越有味道的，比如说我已经看完了，我内心有一种失落感，好像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我心疼剧里的每一个角色。那怎么缓和自己失落的心情呢？我就是从美学的角度再去走进这个故事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很多心灵上的慰藉以及智慧。接下来我会分享更多美学方面的内容吧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经常有人跟我说想跟我学吵架，吵架有什么好学的？你就无事3省吾身，我是不是太给你脸了？我是不是太有教养了？我是不是太拿你当个人了？多从别人身上找毛病，少反省自己。他说你嫌贫，那是因为他穷；他嫌你胖，那是因为他不够壮。他说你那长得丑，那秃鸡的眼里没毛的才是好看的，他哪看得惯白天鹅呀？他说你单作品差，那乡巴佬进城哪见过大世界呀？
古人云：“非常之时，遭行非常之事。”面对那些生活能自理，但其实智力不正常的人，你就没有必要太正常。曹老板说得好：“宁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”姐的人生格言就是宁我气天下人，不能让天下人气我。肝气不郁结，那人就长得年轻。我36了啊，说脸上有点斑，是不是纯素颜也还可以？你就记住，活得健康，活得久，那才是王道。有粉丝宝宝让我录一个怎么画眉毛的教程。新手画眉毛很容易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两边画不对称。我今天讲一个技巧，能保证你两边画对称，画好看。先讲基本原理，那就是定位好眉尾、眉峰还有眉头的位置，你眉毛就是对称的。眉尾怎么定位？就是嘴角、眼影角，注意不是眼角，而是眼影角。这个延长线上，这个就是你眉尾的位置。我们把这边也给它画上。你这样去定位的话，你不会就是说画不对称的。眉峰怎么定位？双眼正视前方的时候，鼻翼角和你的黑眼球的外缘，这个位置它就是你的眉峰的位置，就是这里啊。然后我们这边也是鼻翼角，然后是那个黑眼球的外缘，这也是眉峰的位置。眉头的话，你拿一个鼻影刷，就是顺着眉毛的边缘往下画。勾勒出你的鼻影的线条，那眉头它就不要超越这个线条就可以，你大致画到这儿定位完了之后，你开始画前面这个，就是你可以补2根，是吧？这样补2根，然后眉峰在这儿，往上稍微画一画，然后往下就顺着往这个去找它这个眉尾的位置。你看我差不多找着了。你要这么画，这个眉毛相对来说是好看的，而且我画出来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，是比较显脸往里边收，显脸小的。同样的操作也在这边给它来几根。你要是画多了没事啊，画多了怎么办？画多了用这边的一个刷头，刷一下，就是刷淡或者是刷少，然后眉峰在这儿把它画高，画高之后往下画，往下走。你这样一看，两边基本是对称的啊，然后再把这个标记的地方给它去掉，我把这边标记的地方也去掉。画完之后还可以稍微进行一下微调，因为两边的走势是一致的，所以只需要调一些细节，两边就可以完全对称了。这是一个眉粉刷，就把这边画下来一点儿，然后这边用棉棒或者手指，稍微把它弄淡一点儿。两边它的眉头就完全对称了。眉峰的位置，我想让它过渡的更加柔和的话，我们用这种刷子把边缘处给它稍微划了一下，是吧？这边也稍微划了一下，就更加的柔和。眉毛就完成了。你这样画的话很难，就是画不对称的，因为都是定点定位好的。另外有一个这样的，就是这1下2下这样的逻辑在所以是脸是往内收的，是显脸小的。换言之，就是这里形成一个三角，这里再形成一个三角，脸就是往内收的。我两边再打上阴影整个脸蛋子它就变小了。就是咱们说修容不只是说是你把腮帮子这儿修小，脸就小了，还要协调一下五官之间的配比。今天的教程就到这儿吧，拜拜。荣耀手机拆箱比想象中的要大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哇哦哇哦哇哦，这是个袋子手机，待会儿看。杯子，我单的大海报，2个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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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400，然后还有这组冰箱贴不是每个人都有限量版的。我为什么能拿到？这就是老粉的实力。来这儿拍一下。这个水杯颜色很漂亮，是我喜欢的，是
是手机，它上面是说碎屏保还有延长保这些都有，我买的是海枫蓝，这个大小对我的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，我记得有400吧。然后这是有一个壳，还有这个针，然后充电的东西。我为什么买海枫蓝？因为他手里拿的是这个海报，我先不用，先让它老老实实待在这个袋子里面。接下来要忙着往里面导数据，然后了解一些荣耀手机才有的功能了。我们群里已经有人发攻略，我要照着操作一下。